为什么人类褪去全身毛发，却留下头发、阴毛和腋毛？英国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把人类称为裸猿。那么人类褪毛的原因是什么？为何又保留了阴毛、腋毛与头发呢？毛发主要由角质蛋白组成，很容易被分解，难以在历史中留下痕迹。毛发的答案只能从一些与毛发密切相关且可延续或可遗留下来的物质进行推断，比如基因。狮子说出了人类褪去体毛的时间。20世纪末，德国生物学家马克思托金的儿子从学校带回一张字条，老师在上面写着：学校有同学得了虱子，大家小心一点啊。头虱呢是小狮子的一种，住在人身上会让人浑身痒痒。马克思托金灵光乍现，人身上的虱子依靠人体体温与毛发而活，离开人体就会很快死亡。因此，透过研究狮子的基因，可以大致推断出人体毛发褪去的时间。我们的祖先曾经也是毛发遍布全身的物种，毛发就像是贯穿在一起的大陆，狮子可以从头游荡到脚，进行充分的基因交流，因此当时全身的狮子基因大致相同。如今的狮子却有3种：阴狮、体狮、头狮。因为人体大部分毛发褪去，就像大部分陆地逐渐沉入海底，最后只留下部分孤立的岛屿。不同位置毛发上的狮子长期地域隔离，各自演化成不同的物种。而体狮的出现则源于人类穿上了衣服，头狮演化出触角与爪等等可以依附于衣服纤维上的能力。换句话说，衣服就像是连接各个岛屿之间的海洋，而体狮是头部岛屿的头狮下海演化成的新物种，以此可以推断出衣服出现的时间。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科学家对3种狮子的基因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分子生物钟计算出头狮与阴狮大约在120万年前分道扬镳，也就是人体毛发断开连接的时间，即人体至少在120万年前开始褪毛。人类为什么会褪去毛发？根据现代进化论，12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在非洲草原上游荡。纵观如今非洲大草原上现存的野生动物，大部分都全身覆盖着毛发，与人类近亲且同处于非洲的猩猩同样如此。那么为什么人类却这么特殊呢？这是人类演化时不断在环境中权衡利弊的最终结果。一切生物想要生存，必须从外界不断地摄取能量，同时也在不断向外辐射能量。毛发有保温作用，可以防止热量散失，意味着可以减少捕食，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因此，即使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都还是身披着毛大衣。这种演化有个弊端，当内部热量过多、散热能力差的物种无法快速散热，就容易中暑、晕厥，甚至威胁生命。所以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树荫下。较差的散热能力意味着大部分动物只能进行100米冲刺，并无法进行马拉松式运动。5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是以果实、树叶为主要食物的树栖猿类。由于板块移动造成气候变化，促使森林变成树栖草原，古猿不得已下地生存。它们没有尖牙利爪，无法快速爆发速度与力量击杀猎物，只能利用耐力方式进行狩猎。如今，一些古老的部落依然沿袭着这种捕猎技能，持久性狩猎。选好猎物之后，不断进行跟踪与追赶，直到猎物因为内热晕倒在地，再上去补个刀，然后肢解或者直接整只扛走。这是一场散热能力强弱的博弈。毛发变短，演化出快速散热排汗的能力，让人类在耐力优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只保留部分必要的毛发，成为裸猿。为什么留下阴毛、腋毛和头发？人类的起源地东非，地处赤道附近，这是人类褪毛的基本条件。要是在2极附近，人类必然不会走上这条道路。人类头顶着炎炎烈日，
在草原上狂奔追击猎物，四肢持续运动，快速代谢造成内热，可以依靠排汗系统散热，但头部运动量较少。更主要的是防止烈日以及身体的热量向上传递侵袭头发，因为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目前主流的理论认为，头发的留存是因为头发之间可以形成一个个空洞，隔绝热量，防止大脑升温以及隔绝热量传递，因此头发被保留了下来。腋毛所处的位置较为封闭，不利于排出汗液，但汗腺更为发达。腋毛可以抑制微生物生长与繁殖。也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腋毛可以减少跑动时的摩擦。关于阴毛，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的皮肤较嫩，毛发可以防止晒伤，同时在繁殖时也起到一定的防摩擦作用。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方便判断异性是否达到繁殖后代的年龄，也就是成熟的信号。在无毛的演化下，虽然我们需要多散失一部分的热量，但也因此能从外界获取更多的能量，从而拥有更高的生存能力。有毛无毛是双刃剑的两面，没有强弱之分，只有哪种更合适，哪种更容易存活。这是人类手无缚鸡之力下的一条生存之路。